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个科技界的大新闻，但它发生的方式，说真的还蛮低调的。就是今天2026年1月15日，如果你有在看科技媒体的话，可能会发现 OpenAI，他们悄悄推出了一款新工具。对，一个叫做 ChatGPT 翻译的东西。没错。我们手上有好几篇刚出炉的报道，大家都在从不同角度分析这次的发布。说实话了，我自己每天都在用翻译工具，但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个念头其实不是又多了一个选择，而是这背后肯定有什么不一样的盘算。你这个直觉非常准确，因为这次的发布那个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它翻译的有多快多准。我们要为你剖析的重点是，这究竟只是 Google 翻译的一个追随者，还是说它其实代表了一种看待沟通的全新的方式？这背后隐藏着 OpenAI 对于未来 AI 应用的一步大棋。好，那这步棋是怎么下的？我们就来看看。我第一时间就打开了它的网页，老实说，第一眼的印象是，这也太像 Google 翻译了吧？对不对？就是我们都非常习惯的那个版面嘛，左边一个框，右边一个框，把要翻译的文字贴进去，然后结果就出来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这种设计策略，它的核心概念就在于零摩擦。零摩擦？对，他们不需要你花任何1秒钟去学习怎么用，只要你用过任何线上翻译，你就能立刻上手。它完美的解决了最基本的那个任务，输入文字得到翻译。但魔鬼都藏在细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它一开始支援的语言列表？我有看了一下，支援超过50种语言，然后也能自动侦测，手机上甚至可以用语音输入。这些感觉都算是标准配备了。是标准配备没错，但是它从第一天开始就把好几种印度方言像是印地语、泰米尔语和泰卢古语都直接放进了资源列表。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这代表什么？这表明它的野心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而且是瞄准了那些 Google 已经深耕很多年的新兴市场。了解。它不是只想先服务好欧美用户，而是想一步到位，直接就在全球舞台上竞争。原来如此，从一个小小的语言列表就能看出它的策略布局。不过，如果只是这样，那它充其量，就是个模仿者。我们手上的资料都提到，它真正的杀手锏是在你得到翻译结果之后才出现的。对，这才是这盘棋的重点。当翻译结果出现的时候，它的下方会跳出几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按钮。上面写着更流畅、商务正式，还有儿童口吻、学术用途之类的。没错，就是这几个按钮，就是 OpenAI 对翻译这个概念的一种重新定义。我实际试了一下，那个体验真的很奇妙。它不只是帮我改写而已。当我点击其中一个选项，比方说商务正式，它会立刻把我带到 ChatGPT 的主对话界面，而且它已经自动帮我生成了一条完整的指令。所以它不是在原地改写。对，指令可能就像是请将以下文字翻译成英文，并且用专业正式的商业语气重写。这感觉翻译本身好像只是个开胃菜。没错，主餐其实是后面的那个写作建议跟润饰。你这个开胃菜与主餐的比喻真的非常贴切，这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哲学转变。哲学转变？对，传统翻译工具的终点是给你一个正确的译文，然后就结束了。但 ChatGPT 翻译是把这个终点变成了一个全新沟通流程的起点。它的目标不再是将语言 A 的词汇转换成语言 B， 而是要塑造沟通。塑造沟通，这个说法很有趣。有一篇报道的标题下得很好，他说这是一个当你关心讯息如何被接受，而不仅仅是说了什么时该用的工具。哇，这句话讲得真好。这完全打中我的痛点。比方说，我可能很生硬的用英文写了一句 I need the report by Friday。很直接。对，如果我把它丢进去，然后选择商务正式，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很可能不会只给你一句话，它可能会变成 Could you please provide the report by end of day Friday? We need it to finalize our quarterly review.
哇，你看，它不只是改写语气，它还可能根据商务这个情境去推断，并且加入合理的商业理由。让整个沟通变得更完整、更有说服力。没错，它等于是强迫你先停下来想一下，我的听众是谁？我想让他们有什么感觉？这在传统的翻译工具里是完全被忽略掉的步骤。这已经超越翻译的范畴了耶，根本是进入了沟通策略的层次。对，你想要的不再只是文法正确，而是要专业、有说服力，甚至可能要带点恰到好处的亲和力。这个工具等于是给了每个人一个随身的沟通教练。而且这个策略的起点是从同理心出发的。同理心，对，它让你去思考你的听众以及你希望达成的效果。传统工具会假设世界上存在一个最忠于原文的翻译，但 ChatGPT 翻译似乎在告诉我们，其实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只存在最适合当下情境的表达方式。这个沟通教练的概念真的很有吸引力，感觉会彻底改变我写外语邮件的方式。不过，我们好像只提了它的优点，它总不可能一推出就十全十美吧？跟我们用了10几年的 Google 翻译比起来，它有哪些地方还不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实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产品，它在很多基础功能上离 Google 翻译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哦，它更像一个升华绝技的专家，但能做的事情很有限。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支援档案上传。这点确实很关键。我常常需要翻译整份的 PDF 研究报告或是 Word 文件。对，如果只能一段一段复制贴上，那效率也太低了。没错 ，Google 翻译可以直接处理整个档案，这对很多工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它也不支援整个网站的翻译。就是说我没办法像用 Chrome 浏览器那样一键翻译整个外文网页。对，还有像是手写辨识功能也没有。更致命的是，它缺乏即时对话翻译模式。就是那个可以拿着手机跟外国人面对面对话，对，一人一句轮流讲，手机帮你同步翻译的那个功能。就是那个。哇，没有这个，就代表你拿着它去东京的餐厅是没办法跟服务生顺畅点餐的。完全没办法，这直接把它排除在旅游必备工具之外了。甚至更有趣的是，在它的页面上明明提到了图片翻译这个功能，但至少在我们今天测试的桌机版上，这个功能是完全无法使用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像用 Google 翻译那样，用手机镜头对准一张菜单或路牌，然后就马上得到翻译。目前不行。这些功能上的缺失，再加上它支援的语言数量远少于 Google， 都说明了它在现阶段还不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这样听起来 ，OpenAI 好像是打造了一把很厉害的手术刀，但 Google 手上已经有一整套外科手术工具箱了。这个比喻很好。那这样一来，使用者会不会觉得，我干嘛要为了这一个特殊功能多开一个网页呢？它真的有市场空间吗？这就是典型的新挑战者策略。他们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功能的广度上超越市场的领导者，所以他们选择不硬碰硬，而是集中所有资源去打造一个极度突出而且无法被轻易模仿的亮点。也就是我们刚刚深入讨论的那个沟通润饰功能。没错，他们赌的是市场上有一群用户，他们的需求非常精准，就是追求高品质的沟通，而这群用户会愿意为了这个独特的功能而选择他们。与此同时，那个市场领导者 Google 也没有闲着。我看报道里提到， Google 最近也刚宣布了由他们最强的 Gemini 模型驱动的翻译升级。对，这听起来像是直接的回应。是的，但有趣的是，他们强化的方向完全不同。怎么说？ Google 的这次升级是专门用来处理更细腻、更复杂的核心翻译问题。例如说，如何准确翻译俚语、俗语，或是那种充满地方色彩的用语就是那些传统机器翻译最容易出错、最让人觉得有翻译腔的地方。完全正确。
Gemini 的目标就是让翻译结果更贴近真人的说话方式。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他们等于是从2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回答如何做出更好的翻译。对， Google 利用更强的 AI， 追求的是翻译的精准度和真实性，让译文无限趋近原文的那些细微之处。可以说他们追求的是一个真字。而 OpenAI 则是另辟蹊径，他们专注于翻译后的应用，让结果更能适应不同的沟通情境。他们追求的是沟通的有效性和确适性。所以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识字。没错，一个想成为更博学、更懂文化的字典，另一个则想成为你的沟通顾问。我好像懂了。所以如果我今天人在国外，需要立刻知道路牌上写的是什么，那你们还是得拿出手机，打开 Google 翻译，用它的相机功能。100%。在那个情境下 ，Google 翻译就是你不可或缺的瑞士军刀，功能齐全，快速可靠。但是如果你接下来要用外语写一封信，跟你国外的老板争取加薪，那我可能就需要一把手术刀了。对，每个字每个语气都要精准到位，不能有任何差错。我明白了，这就是 ChatGPT 翻译想扮演的角色。所以结论是，他们目前并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适用于不同任务的2种工具。完全正确。这也让我们看到 AI 战场的竞争已经从过去单纯比拼模型大小和跑分，演变到更细致的产品场景之争。我们已经看到 OpenAI 和 Google 在搜寻引擎、AI 助理这些领域的激烈交锋了。对，现在战火正式蔓延到了翻译市场。而这一次 OpenAI 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战线，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宏观的问题：这些 AI 翻译工具的未来究竟会朝哪个方向演进？是像 Google 那样朝着能翻译更多形式的内容发展，比如即时语音、扩增实境里的文字，还是像 OpenAI 现在展示了这样，朝着能更深刻的理解和论事沟通本身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2种路线并不互斥，未来很可能会逐渐融合。但它们反映了2种截然不同的产品哲学和优先顺序。一个是追求资讯覆盖的广度，确保在任何情境下你都能看懂；另一个则是追求沟通表达的深度，确保在关键时刻你能够被理解。对你我这样的用户来说，这绝对是个好消息啦。没错，因为竞争将会催生出更强大、更贴心的工具。总结来说 ，OpenAI 这次进入翻译市场，靠的不是一记正面对决的重拳，不是，而是一套全新的打法。它的目标不再只是做一本活字典，让你知道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它的目标是成为你的个人沟通教练，帮助你用最恰当、最有效的方式把你的意思传达出去。这也为你留下了一个值得持续观察的点。当这些工具越来越强大，不仅能翻译字面意思，还能翻译意图的时候，你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交流的方式会发生什么样根本性的改变？当语言的隔阂被彻底打破，沟通的重点又会转向何方？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来思考，这是我们在讨论这些资料时不断浮现的一个想法，也是所有报道都没有直接点出的核心悖论。请你仔细想一想，如果 AI 能够完美地将你的讯息在另一种语言中调整成正式、友好甚至孩子气的语气，那么这段讯息真正的作者是谁？你原始的意图在哪里结束？而 AI 的风格修饰又从哪里开始呢？当沟通变得如此顺畅无碍时，我们是更接近了彼此真实的想法，还是反而我们都在跟对方那个经过 AI 完美包装过的化身对话，从而失去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声音？